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马上又要到元宵节了，又到了吃汤圆的节日。那我今天分享个糯米粉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做法比汤圆简单，味道比汤圆好吃。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红豆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我们先把坏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非常影响口感，吃到嘴里会发苦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豆清洗一下。洗净后给它浸泡1个晚上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准备30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。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加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食盐和面粉。因为红枣表面有许多的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食盐和面粉呢，能把红枣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吸附出来，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清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面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再给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处理好以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红豆，这个是泡了24小时的红豆，看一下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泡发好了。再把红豆清洗一下，淘洗一遍之后，把洗红豆的水倒出来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豆，再给它清洗一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砂锅中，然后再把红枣放进来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盖上盖子，烧开后转小火煮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红豆就已经煮得差不多了。用勺子舀几颗红豆起来，用手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的话，说明就已经煮熟了。再把红豆倒入漏篮中控干水分备用。红豆水分控干以后，再倒入大碗中，加入5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用压泥器或者是擀面杖把红豆压碎，给它压成红豆泥。因为我这个红豆煮的时间比较久，很轻松就能压碎了。所以我们在煮红豆的时候，尽量多煮一些时间，把红豆尽量煮得软一些，这样更容易压碎。也不用压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。全部压好后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平底锅烧热，放少许黄油，如果没有黄油的，可以放玉米油。开中火把黄油炒至融化。黄油融化后，再把红豆沙倒入锅中，给它翻炒几下。因为我这个红豆煮的时间比较久，水分比较多，如果不把水分炒干的话，是很难捏成团的。全程小火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大概需要翻炒5分钟左右，把红豆沙里面的水分炒出一大半。再加入1勺麦芽糖，没有麦芽糖的可以加蜂蜜，继续用铲子翻炒。这一步比较漫长，一直这样炒啊炒啊炒，全程都要不停的翻炒。翻炒至红豆沙能爆团，而且不粘锅铲也不粘锅底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这个全程炒了20多分钟，然后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放凉。放置不烫手的时候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抓一小把红豆馅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团成小圆球。每一个豆沙团大约是50克左右。
最后给它搓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豆沙团就可以，再放入盘中，依次把剩下的豆沙都给它搓成豆沙团。全部搓好后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糯米面团，大碗中倒入300克糯米粉，再用180毫升的开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。不管是包汤圆还是做粘豆包，糯米粉我们都要用开水烫一下，这样糯米粉的糯性会更强，包出来的汤圆或者是粘豆包不容易散开，而且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看上去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，再向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加一些开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糯米粉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硬一点的光滑面团就可以。面板上撒一些干糯米粉，再把糯米面团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然后再用刀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再撒上一些糯米粉，把面剂抖散开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然后再取一个面剂，用手揉一揉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然后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给它捏一下边缘，给它捏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皮，也不用捏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再放上一个豆沙馅，然后给它包起来，转动虎口向上，把收口处封拢，收口处一定要捏得紧实，防止豆沙漏出来。包好后再用手给它团圆，再放到面板上给它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成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形状，防止它在蒸时变矮平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全部包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包好的粘豆包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豆包塌陷。看一下个个雪白雪白的，个头圆润不塌陷，像这样就蒸熟了，再把它取出来。蒸好的粘豆包晾一下不烫手时，拿起来就不会粘手了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粘豆包就做好了。一个个粘豆包光滑溜圆的，里面包裹着满满的豆沙馅。对于喜欢糯口食物的人来说，粘豆包绝对是让人舔屏的美食。皮儿软糯，豆沙馅带着颗粒感，刺激着味蕾，吃着真爽。关键是好吃还不粘牙。个人觉得这样做的粘豆包比汤圆还要好吃，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吃不完的分装放冰箱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再回锅蒸一下就可以。怎么样，你学会了吗？跃跃欲试的你，赶紧抽时间给家人露一手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